公开宣战啊！八囧温子瑜，拿出你告我的勇气，拿出你在脆上面酸我的勇气，公开校正。你要回就好好的回，不要躲在脆里面在那边搞一些小推文、小把戏。有意思吗？好像自己雄壮威武一样啊！不过他应该是不敢接啦，他就输啦，他就受该一个无打爱生唔敢接待，好来无要紧啊，爱生好你生啊，爱生还付出代价啊！青鸟在人家那边来乱啊，就有真正的舔共仔叫八囧，八囧自己的频道还推荐过爱奇艺。哎呀，我高丽是跟我拜做姑姑啊！国台办列明在册的台独检察官林达认证不起诉哦，所以八囧要讲什么？他羡慕我，你知道吗？我很自在呀，我想干嘛干嘛。我今天跳出来反罢免，我开心啊！我就不爽你民进党搞戒严、搞独裁啊！我就不爽你民进党用八囧当枪使，全世界到处追杀人啊！学历比我高，年纪比我大，也算跟我同期做 IT 的，结果现在成绩说有一件事情至少我比你还自豪，你同期做 YT， 你从舔共做到反共，从反共做到舔绿。哎呀，还好我始终如一，我过得很快乐啊！我始终保持着两岸要和平，反对绿色霸凌。所以他其实最嫉妒的是什么？我们在做自己，而他失去自己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各位高雄的乡亲士大，我对台北都来给你支持，给你加油！然后有人就坐不住了，谁呢？就是八囧。这其实是一个青鸟，一个帖子在脆上面。然后他说戒严第一品牌国民党啊，如果真的说戒严，你还可以站在高雄用这破烂的台语，他说放屁吗？那我是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台语怎么样。那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现在台语当然不是最巅峰的状态，不过这有什么好比的呢？比起大概同龄人啊，那或者甚至呢，你在台湾的%的比例里面呢，大概率你能够用闽南语很流畅的讲完一场演讲，然后从头到尾发音不要错误，不容易。其实讲白了，青鸟就是没什么好讲，所以呢，他们当然就对戒严很敏感。可是问题是，支持戒严的是民进党啊，国民党现在谁敢支持戒严，谁现场立刻死亡，对吧？然后这一篇呢，八囧就跑去回，这个人嫉妒我，学历比我高，年纪比我大，跟我算是同期做 YT， 结果现在成绩会说，意思指说他的订阅、他的观看、他的流量很高，所以学历是屁啊，又这么老，对不对？所以他是嫉妒我啊，他常讲我的主题啊，这个小屁孩一样，几岁人了，我的天哪，他也超过30岁了吧？正面回应从来不回哦，老是回这些微博那当然了，下面有很多囧粉或者是青鸟啊，就咕咕咕咕咕就很开心啊，就跟上，对吧？这很正常。可是大家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去写这个？我后来就想了一想啊，其实啊，真正羡慕嫉妒恨的是谁？其实是八囧。八囧真的觉得中国很烂，八囧觉得共产党现在是真的是共产主义，八囧真的觉得反共会有机会。拜托，八囧都去上过爱奇艺在苏州的比赛。2019年2月2号，色图日记爱奇艺平台上线喽！追踪爱奇艺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爱奇艺的会员1个月哦，可以观看喜欢的韩剧或是陆剧哦。不是台独吗？不是财派吗？不是原住民吗？他是因为红钱捞得不好，才跳过来赚绿钱，才跳过来做反共钱。可是他就被裹挟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当然玩得很嗨啊，但他内心的深处，他哪不知道？他现在做的不他自己啊！他们一直攻击我说我是国民党林非凡啊，领了蓝钱啊，蓝钱，蓝的有钱哦，蓝的都被抄家了。其实在他内心，他还接受过苏州的招待嘛，免费去玩还被国台办接见过嘛。他其实内心深处他是痛苦的啦。他虽然读书不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过我这边也要说了就像我这边讲的，要比学历，我怎么比得过中州高材生呢？现在全世界上也没人考得上中州啦。所以八囧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第一个他自卑学历比我差，第二个他唯一能引以为豪的是他觉得他比我年轻。然后第三个，他知道我跟他同期做 YT 代表什么？他观察我非常非常的久了，可能很早很早就知道我了。第四个，他虽然看起来流量很大，可是他事实上是被青鸟、被这一些极端派的整天裹挟在那边，看起来很嗨，但是他敢说一句骂赖清德的话吗？他敢说一句对青鸟逆风的话吗？他敢说一句针对现在这种民粹横行指正的话吗？他不敢。所以今天看到八囧终于忍不住出来酸我我就中了。反恶霸的成效慢慢出来了。
一方面呢，终于啊，国民党动起来了，对吗？朱立伦、赵少康合体，蓝反罢免，打陆战更深入基层。如果当蔡壁如都动起来，国民党还可以继续睡吗？而且国民党也终于愿意开始积极加入主动出击罢免的行列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深入到了高雄。Anyway， 今天八炯的事情归根结底就一件事了，就民进党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反共台独啊，民进党的本质就是权力、爱权力，一群来夺权的家伙。在这个夺权当中呢，谁可以作为民进党的那个枪，谁可以作为民进党的那只炮，谁可以作为民进党的那个放出去咬人的狗，谁就会得到极大的支持。所以你看郑南榕的遗孀叶菊兰哦，跳出来讲这什么鬼话？台湾没有主权独立，谈什么言论自由？一样。八炯跟闽南堂，他们今天作为民进党的枪，作为民进党的炮，他们不是真心反共的，更甚者，他们事实上只是因为作为民进党的枪、民进党的炮，所以得到那么巨大的能量。当有一天他们不做反共，不做民进党的枪，不做民进党的炮的时候，他们一点能量都没有。所以这整件事情其实就是拉扯嘛。为什么八炯突然人不是跑来考试？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反恶霸退散的力量慢慢在集结了嘛。你仔细看陈老师的论述哦，陈老师虽然他是反共仔，虽然他搬到美国去了，虽然他是精神台湾人，但是他在论述中国的立场上，跟所谓的反共派里面的主流，就是所谓的台独系统，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异。就是他提及台湾跟中国的时候，他主要使用大陆2个字，除非他提及到的是那个系统的正式名称，比如说中国身份证系统。就像我在论述两岸的时候，那我是基于宪法的逻辑啊，如果你要基于我这个真台派立场的逻辑的话，我基本上会用中国全权取代大陆。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听历史课节目的时候，如果我今天不是很认真要论述两岸问题或者论述所谓的历史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我一放松，我就会惯性的去使用中国来指代大陆这件事，除非我就记得提醒自己是中国大陆，你懂吗？因为我们从学生的时候，我们就非常习惯用台派论述，台派论述里面的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独派是不承认大陆这个用法的。我是因为基于历史看基于宪法的逻辑上，我如果提到这相关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去使用。但是当我在一般论述如果没有特别要去强调两岸关系的时候，尤其讲到中美的时候，我会非常自然的去使用中国跟美国、台湾这样子三方的一个角色，就中美台三方关系。你要了解，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他们中国论啊，因为我们的系统养成不一样，不管是八炯或波特网都是假台派、假独派，他们都是舔台派、舔台币派，藉由反共来赚钱，藉由反中来赚钱。他们跟真正意义上有理论基础的人是不一样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节目可以做得那么没有下限啊，因为确实是他们基本上对这些东西是一点都不了解。就是只是讲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个名词的分界，所以才弄得一塌糊涂。什么一下中共身份证，一下中国身份证，这些阿萨布鲁的家伙。历史哥承认中华民国吗？我当然承认中华民国啊！我读历史怎么不承认中华民国？我对中华民国的论述是非常清楚。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中国内战没有打完，受到了国际冷战格局切裂而形成的一个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美竞争、中美博弈的激烈化，使得中华民国的认同更加趋向于台湾认同，而台独派或者所谓的台派的力量在做大，有美国的推进的因子，也使得台湾人在认同上出现了根本的转变，也让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为基础的国民党越来越难在认同上取得优势跟执政，而让民进党借势做大。而这个台派呢，其实它是把本土派精炼、提化、提升，不断的往独派靠拢。因为呢，在鼓吹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化的里面呢，这里面就有大量的是独派人士希望借中华民国的皮形成台独的法理事实。对我来讲，这么跟呼吸一样简单啊！这八炯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啊，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根本不同嘛。因为当我在做台派、独派跟各种理论的一个比较研究的时候，我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啦，我慢慢理解到一个问题啊。bug 台独理论 bug 好严重啊！我无法解决那个 bug 啊，我心里面就产生一个巨大的怀疑啊。情感上，我对台湾本土意识非常强烈跟浓烈，很同情独派，但是在法理上，在理智上，我无法跨越我的那个鸿沟，就是你们这些假台派啊，这些
假货啊！你们在论述的时候怎么可以用 bug 来取代历史事实呢？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我是真台派，因为我对历史负责嘛。